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全球股市摇摆不定，美元触及6周高位，债务僵局。加拿大环球邮报，随着美元走强，全球股市下跌，反映了投资者的避险情绪。尽管美国民主党总统拜登和国会共和党人凯文·麦卡锡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讨论，但双方在取消支出限额或债务上限的协定上仍存在很大分歧。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没有达成协定，政府可能无法支付账单，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可能会增加。苏纳克愿意跟随美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金融时报，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 Rishi Sunak 表示，他正在考虑效仿拜登总统的领导，限制国内公司投资中国的关键行业。苏纳克表示，他正在与美国进行对话，英国当局正在对这一特定领域进行政策思考。拜登表示，他正在考虑发布行政命令，为美国对外技术投资建立筛选机制，使中国更难获得尖端技术。苏纳克表示，对西方在中国的投资采取更严格控制的联合行动是正在进行的工作，不会在 G7 峰会上达成一致。全球债务超过300万亿美元，是美国 GDP 的12倍。南华早报，国际金融协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2022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升至 3.049 万亿美元，接近创纪录水准。在此期间，全球债务增加了 8.3 万亿美元。去年第一季度，它超过了 306.3 万亿美元。新兴市场第一季度创下历史新高，债务为 100.7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250%。此类债务较2019年上升了 34%， 以日本、美国、法国和英国为首。IIF 报告还讨论了金融体系中的杠杆率、利率上升导致的偿债成本增加，以及迅速收紧货币造成的流动性问题。美国制裁的华为通过地方政府交易加强对国内市场的关注。南华早报，华为已与四川、广州、天津等地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承诺支援智慧港口、计算资源和电信基础设施。据报道，5G、人工智慧和云计算技术将用于说明天津的数字化转型。同样，华为也与四川省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其中包括扩大本地数据存储容量。这些举措也反映了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如何遵循中国领导层的指示，在大流行之后加强全国创造就业机会。中国选股在松 HK 对冲基金峰会上卷土重来。彭博社，松 Hong Kong 投资领袖会议上的演讲者赞扬了中国的职业学校和水力发电商中国长江电力公司，对中国的积极新闻与过去1年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监管打击、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利率上升，中国股票选择缺席了此次活动。除中国外，会议还出现了针对韩国、日本和印度公司股票的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加拿大银行的前景不如往常乐观。此外，一只姗姗来迟的黄金股。加拿大环球邮报，环球邮报策略师斯科特·巴罗 Scott Barlow 预测，加拿大银行业利润下降将导致投资者越来越关注商业地产贷款损失的必要性，以限制流动性，因为新的短期借贷成本增加了违约风险。继续在该行业进行防御并保护资本，枫叶银行分析师 Manny Grauman 建议。格劳曼先生表示，道明银行因其堡垒资产负债表和防御性属性而成为他在该行业的首选。美联储今年将维持利率不变，违约风险高。加拿大环球邮报，路透社对经济分析师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预计会出现经济衰退，但美联储不太可能改变其主要利率。在接受调查的116人中，60.8%的人预测利率将稳定在 5.00% 至 5.25%， 直到2023年底，而14名受访者预计利率会上升。最近的市场预测表明，到2023年第3季度末，至少将降息50个基点。尽管大多数分析师也预测2023年美国将陷入衰退，但3%的人预计不会降息。印度将 IT 产品的生产基地计划扩大到20亿美元。路透社，印度宣布增加其 IT 硬体生产激励计划，将其预算翻一番，达到20亿美元。额外的投资用于鼓励个人电脑、平板电脑和笔记型电脑以及其他硬体的国内生产，
政府希望在这些行业产生投资激增。OpenAI 首席执行官参议院听证会的5个关键要点。半岛电视台 ChatGPT 的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在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3小时听证会上警告了人工智慧 AI 技术造成的潜在危害。Altman 敦促国会制定新的规则来规范飙升的 AI 力量。他还分享了他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慧模型的担忧，以及虚假资讯和演算法偏见破坏公众信任的可能性。人工智慧可能会为新工作扫清道路，尽管有些工作可能会消失。根据 Altman 和 IBM 副总裁兼首席隐私和信任官 Christina Montgomery 的说法，蒙哥马利建议采用人工智慧的精确监管方法。前纽约市教授加里·马库斯 Gary Marcus 呼吁成立一个联邦机构，在人工智慧计划向公众发布之前对其进行审查。如何在债务上限僵局中保护您的债券 ？CNN 美国国债投资者应该为波动性增加做好准备，因为立法者拒绝提高债务限额，迫使国债成为风险更高的资产。然而，缺乏妥协并不是投资者预期美国国债违约还款的自动触发因素。施瓦布金融研究中心董事兼固定收益策略师 Colin Martin 表示，相反，投资者可能面临的风险是安排支付流程。马丁指出，1个月期国库券的收益率飙升，因为投资者希望获得更多报酬以承担更高的感知风险。英国立法者表示，加密货币应该作为赌博受到监管。加拿大环球邮报根据英国议会财政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包括比特币和以太坊在内的加密货币应该被监管为赌博。该报告指出，缺乏资产或现金对加密货币的支持，波动性以及投资完全消失的可能性令人担忧。监管将确保在促销活动中添加赌博式警告，并建议强制披露赔率。英国立法者正在计划该国对加密资产的首个规则。大约10%的英国成年人目前持有或曾经持有加密货币。行业代表不同意该报告的结论，并称其存在根本缺陷且未经证实。蚂蚁集团与华东杭州达成战略合作。南华早报蚂蚁集团与杭州市政府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加快杭州的数位化转型专案，并将杭州转变为中国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和广泛技术应用的首选展示地。蚂蚁集团预计将在杭州对区块链、人工智慧和资料库技术进行重大投资。据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Eric Jing-Xiandong 称，此次合作预计将有助于稳定马福的业务，并推动公司的数字技术雄心。尽管北京正在进行的监管打击导致蚂蚁金服财务状况存在不确定性，随住时代变得更加艰难，欧洲央行将注意力集中在陷入困境的借款人和外汇上。路透社鉴于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和利率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央行 ECB 已指示银行更好地管理对陷入困境的借款人的贷款和他们自己的货币交易。银行因借款人无力偿还而获得贷款条件的宽限或银行给予新的贷款，欧洲央行发现在如何授予或分配方面存在缺陷。该银行现在希望看到贷款问题的阶段得到改善，包括识别难以偿还贷款的客户，确保客户得到正确的说明，并就贷款的确切细节向受访者咨询，以确保最佳结果。银行的货币交易良好做法制度应包括设定外汇风险限额和考虑经济处罚。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